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等一下，不对，我为什么是柳曼琪？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嫁给你这么个残废，连吃饭都要人推过来，看着就晦气。哼，你个废物，别指望我伺候你。跟个残废出来应酬真丢人，连敬酒都站不住，害我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。陆敬慈，陆家的产业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活下去。实在是太痛了，不愧是我写的第1本虐文，虽然扑街了，但是痛得纯粹，痛彻心扉。陆敬慈，你别怪我狠心，谁让我就是专门写虐文的呢？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爱你一次，让这个世间再无裨益。陆总，他好像吓晕过去了。陆总，这冷峻帅气的长相，这轮椅，这是我的小说男主陆敬慈，我吹书了。按照以往看过的穿书经验，我现在的身份应该是陆敬慈的心上人温以柔。哎呀，既然老天爷给了我这个机会，就让我好好对待我的男主吧。柳曼琪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柳曼琪，我是柳曼琪，我竟然穿到了炮灰原配身上。成婚3个月，你当众羞辱我身残无用，在外散播谣言抹黑陆家，昨夜又联合外人偷拍别墅内景博流量，今日我便清算所有恩怨。等一下，神笔改命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生命与世界绑定，目标人物陆敬慈，黑化值99%，世界线锁定全员 BE， 即刻触发抹杀机制。系统改命抹杀，新手强制任务发布，宿主请立刻终止对立姿态，安抚目标情绪，降低黑化值以解除死亡威胁。我不要死啊！真是因果报应，没办法，我自己写的男主我自己受着。从前都是我的不对，你又想耍什么把戏？信我一次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你要怎么证明？老公，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吧。哎呀，还好这地毯够软。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踏出别墅半步。好，我哪都不去。江毅，看好他。是，陆总。系统，你在吗？宿主请说。原来只有降低他的黑化值，改写全员 B1 结局，我才能活下去。现在他的黑化值降了多少？居然只降了1%，这也太离谱了！我这脖子可经不起再折腾了。该世界由宿主构建，所有后果需自行承担，若持续流露不满，将触发抹杀机制。我可不想刚传书就丧命，陆敬慈，这一次我一定会陪你走出悲剧。这双手是我笔下写出来的，从前竟没发觉这么好看。走路不看路。谢谢。它不再是文档里的文字，是活生生受尽苦楚的人。曼琪，你出来！守这个瘸腿男人多辛苦，我带你做直播，靠热度赚钱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帮你脱离苦海的，跟我走吧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想借我们博流量，踩着别人往上爬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再无交集。往后再敢出言诋毁他，我绝不姑息。柳曼琪，就守着这个废人过一辈子吧。你倒是彻底转性。他日复一日承受着旁人的嘲讽，而这一切都是我笔下的剧情。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、诋毁你了。宿主清除负面隐患，目标当前黑化值从98%降至97%，宿主请继续努力。太好了，又往前迈了一步，活下去的希望又多了几分。
那个，现在家里人手不足，往后别墅的起居就由我来照料，如何？我保证会安分守己，你总得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吧？按照原著设定，他本就不会轻易放下防备，如今我也只能一步步来。当初写剧情时，居然忽略了这一点。他本就因为腿疾敏感，每天坐着这样不舒服的轮椅，该有多难受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找什么？我想修一下你的轮椅，它太旧了，坐着肯定不舒服。也不知道他是在监督我，还是单纯等着。先抓紧干活吧。搞定，你试试看。对不起。他刚刚是在帮我擦脸。轮椅，我试试。多谢。判定宿主完成正向照料行为，目标黑化值降至92%。剧情反噬预警提示：男主身心创伤是宿命痛点，不可强行速成治愈。这些苦难都是我笔下设定的宿命，我万万不能急于求成，要慢慢陪着他，一点点走出这片阴霾。以后家里所有不便的地方，我都会一一改好。你有喜欢或是不喜欢的，都可以告诉我，不用怕麻烦我，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值得。这个门框宽度是85厘米，标准轮椅宽度是65厘米，应该够用，但转弯空间还是有点紧张。处处都要为他的轮椅动线考虑，不能让他觉得在这里行动不便。顾兆远，当年你一步步蚕食陆家，害死我父母，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笔账，我一定会跟你算清楚。陆总，外界关于陆家的流言还在持续发酵，而且有人在暗中盯着别墅的动静。继续暗中梳理线索，顾兆远不会就此罢手，他一定还有后招。是。另外，柳小姐今天一直在别墅里忙碌，似乎在调整室内布局。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陆正慈的腿在这种下雨天应该会有点难受，煮点姜茶给他暖暖身子，说不定他会舒心点。姜茶。你突然这样大转变，究竟是真心悔改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我没有什么想要的，我就是幡然醒悟了。以前的我刻薄恶毒，伤害了很多人，尤其是你。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人了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
我在这里看会儿书。陆总，网络平台上开始出现柳小姐的陈年黑料，负面评论正在扩散。陆总，这些言论可能会对柳小姐造成影响。我知道，我想看看她会如何应对。需要我安排人监控舆论走向吗？但不要干预。柳曼琪，你出来！守着个瘸腿的废物有什么意思？陆家都垮了，你还赖在这里不走？就是，以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还当众羞辱陆晋慈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各位有什么事吗？哟，还摆出女主人的架子了。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到底要守着这个废人到什么时候。第一，陆晋慈不是废物；第二，陆家的事情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；第三，我守不守在这里是我的自由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到处说陆晋慈的坏话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承认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有些话不该说，有些人不该伤害。刚才的吵闹打扰到你了吗？没有，你不必将那些闲话放在心上。我知道。谢谢。目标黑化值维持92%，无恶化风险，请宿主继续保持。刚才他下意识扶住了我，这是不是说明他对我有一丝信任？以后走路小心。我会的。陆晋慈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孤独了。曼琪，好久不见，请进。晋慈，你还好吗？我听说最近别墅这边不太平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我知道你以前不懂事，做了很多伤害晋慈的事情，但现在陆家已经这样了，你何必还要守在这里呢？温小姐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但这是我和晋慈之间的事情，不需要外人来操心。我只是担心晋慈，他以前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现在却要忍受这些，我看了心里难受。温小姐如果真的关心晋慈，当初陆家出事的时候你在哪里？现在他身边有人照顾了，你倒是来得勤快。柳曼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心来看望晋慈，你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？温小姐如果是真心来看望，我自然欢迎，但如果别有用心，那就请回吧。够了，陆家的事不必劳烦外人插手。季慈，我只是关心你。你的关心我承受不起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现在剧情出现了偏离的情况，刚刚我那样回击温以柔，怕是之后有更多的麻烦了。以后他再来，你不用对他客气。他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他会站在我这边。不愧是我写出来的男主，太懂事了。柳曼琪，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，竟敢这样对我？那几个号都准备好了吗？不用一下子放太多，隔三差五丢一点料出去，让火慢慢烧。陆晋慈，你都废了还想着护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顶住铺天盖地的舆论。陆总，过去48小时，网上关于柳小姐的负面讨论增加了37%，源头指向3个自媒体账号，幕后操盘痕迹明显。是谁在操盘？初步判断与温以柔团队有关联，但对方手法很散，每次只放一点料，
像是在试探我们的反应。只是试探，那就按兵不动。是。只有让他们以为我们毫无察觉，才能露出更多破绽。不愧是我塑造的娱乐圈当红小花，温以柔这玩舆论的手段还真有两下子。同一个 IP 地址换了3个马甲，评论时间间隔精确到分钟，这哪是路人发声，分明是专业团队在操盘。温以柔，你面对的可是玩转了不知道多少年网络的我，就你们这些小把戏，我先记着，等你们把戏唱完，我再一锅端了。这家伙不会是看到那些恶评生气了吧？黑化值可不能再升了。别看这些莫须有的东西了，只会惹人心烦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因为有你在啊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你在，我就不怕。曼琪，早上好，静慈在吗？静慈，昨天我听说了一些事情，思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。我听说，其实曼琪最近私下到处跟人说你的坏话，说她当初嫁给你是迫不得已，现在守着这个残疾人，心里委屈得很。当初写这个人物的时候，怎么忘记把脑子给他安上了？温小姐，你说我私下到处说静慈的坏话，有证据吗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但无风不起浪。曼琪，你以前确实做过很多伤害静慈的事情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温小姐，如果你没有证据，就不要在这里造谣生事。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听错了，温小姐，你一大早跑来当着静慈的面说我坏话，现在一句听错了就想糊弄下去。刘曼琪，你得意什么？你以为你这样死皮赖脸的死守着，就能过上好日子？陆静慈的腿都瘸了。你是觉得我需要有人来提醒我腿瘸的这件事？温以柔，你要是再敢来造谣生事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静慈，我只是担心你。你的担心我不需要，现在请你离开。最近外界的舆论有什么变化吗？舆论还在发酵，但暂时没有新的动向。不过我觉得温以柔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而且他今天失败了，下次可能会用更阴险的手段。不管他做什么，至少目前我相信。他说他相信我。陆总，已经收集到温以柔团队操盘舆论的证据，包括他们联系自媒体的记录，还有资金往来的凭证，妥善留存，以后会有用。是。单打独斗根本扛不住，现在温以柔手握整个团队的资源，我只有一个键盘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被耗死。我记得我当初还写了一些人，到现在都没出现，而且那些还都算是与温以柔有点瓜葛。就是这里，那位小姐说的那个贱人住的地方。拍到了吗？拍到那个贱人的照片了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只是路过。路过需要拿着相机偷拍，把设备交出来。这里是私人住宅区，未经允许不得进入，再有下次，直接报警处理。有事？现在舆论越烧越旺，看来温以柔是不打算停手了。如果需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我以前认识几个可靠的朋友，有他们的帮助，应该足够对付温以柔了。现在你正在舆论风口上，外出务必小心。你这是在担心我？屋子里有点闷，你推我到庭院里透透气吧。当年那场车祸是人为的，有人觊觎陆家的产业，联合陆家旁系策划了那场车祸。我的腿就是这样废的。
车祸之后，陆家群龙无首，他们趁机蚕食资产，构陷我父母，让他们含冤淋尸。这些年，我无人可以倾诉。真是虐到自己身上了，夏之意，你尽力偿还吧。对不起，我都知道的。现在有我在，以后我都在。那么多次的舆论风暴都没能赶走柳曼琪。以柔姐，陆总明显在维护她。我得不到的，他也别想得到。既然小打小闹没用，那就来场大的。线上旧料全部叠加，拜金、刻薄、虐待残疾人，所有标签一起上。这样会不会太过了？我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。陆总，有关柳小姐的舆论一直在扩散。查源头，初步锁定几个营销号，背后有同一批资金注入。肯定是温以柔的手笔。你怕吗？我只怕你被他们的话伤到。刘曼琪，出来给个说法！你虐待残疾人，要不要脸？不能坐以待毙，不然没等黑化值把我干掉，就得被唾沫淹死。陆先生，请问您妻子是否真的存在虐待行为？柳小姐，网上传言是您虐待陆先生，然后卷走陆家资产，请问属实吗？我妻子从未虐待过。所谓卷走资产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当初她嫁到陆家时，陆家就已经在低谷了。这样说来，还是我们陆家亏待了她。她亲手为我调整轮椅，优化家中每一处不便，这样也算是虐待。好像跟网上说的不一样啊。至于那些所谓的旧料，我会让律师团队逐一核实。敢造我陆家人的谣言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家人，外面风大。他在维护我。今天谢谢你。不必谢我，我只是说事实。这是什么？年少时做的。原来他真的做了，好漂亮。虽然现在陆家失势，但作为陆家的夫人，还是要有点首饰在身上，不能比别人差。帮我戴上。好了。陆晋慈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宿主完成正向行为，目标黑化值92%，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陆总，温以柔动用了至少6个营销号，分2类攻势，一类放大夫人过去的拜金标签，另一类编造您身残后心胸狭隘、限制夫人自由的谣言。他倒是舍得下本钱。不止这些，你看这个。柳曼妻虐待残疾丈夫，这个话题已经冲到热搜第3了。他们的节奏比我想象中快得多。你有办法？他们这是在打组合拳，旧料是铺垫，新谣言是主攻，目的是让网友先入为主，觉得柳曼妻本来就不是好。但这些黑料里有不少漏洞，比如这条虐待的爆料，配图是咱们家门口的监控截图，但时间线对不上，所以只要逐条拆解就能反击。剧情反噬预警，目标身心创伤为宿命痛点。当前黑化值96%，存在上涨风险。陆晋慈，江毅，暂时按兵不动，观察对方下一步。明白。那些话不要看。没事，我习惯。这个习惯不好，得改。刘曼琪，出来！敢做不敢当吗？家人们看好了，这就是陆家别墅。里面住着那个虐待残疾人的恶毒女人，不能一直躲在她身后了。去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。
这次人比上次的多，现在出去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而且，你不是在吗？江毅，做好保护。是。首先，我丈夫很好，他没有受到任何虐待。其次，网上所谓的证据，时间线混乱，逻辑漏洞百出。我已经整理好了详细说明，稍后会公开发布。少装模作样了，谁不知道你以前什么德行？请注意分寸，这里有监控，全程录像。我相信法律会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包括我。他好像真的不像是会虐待人的样子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被吓到？没有没有，那些人都是虚张声势罢了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吗？我没事，真的。夏芷怡，以后不要一个人出去。好。人冷冷的，手倒还挺暖的。检测到宿主正向干预，目标黑化值回落96%、92%，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灯光、角度都调好了。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温以柔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说几句话。我知道最近网上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言，有人说我嫉妒，有人说我恶毒，但我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曾经爱过一个人，很爱很爱，但后来他娶了别人。我选择了退出，选择了祝福，但现在有人却说我在背后搞小动作，说我故意抹黑别人。我真的没有，我只是放不下而已。对不起，让大家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人。结束录制。好好剪辑一下，配上悲情的音乐和文案，我要让所有人都同情我。是。我只是放不下而已。天啊，他好可怜，他只是放不下而已，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就是，柳曼琪太过分了，抢了人家的男朋友，还要这样欺负人。我要转发这个视频，让更多人看到，柳曼琪这种拜金女根本不配得到幸福，温以柔才是受害者。支持温以柔。陆总，现在网上的舆论都在一边倒，所有人都开始同情温以柔。演得那么拙劣也有人信，可笑。确实，视频有很明显的摆拍痕迹，灯光、角度都经过精心设计，而且有几处刻意剪辑的地方。继续深挖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有哪些手段。是。真是没完没了了。我记着我好像没写过这一 part 吧。剧情预警检测到书中人设出现自发持续干扰剧情，世界线偏离原著，请宿主及时应对。意思是现在剧情开始不按我的本走了，不行，必须尽快应对，不能再让温以柔继续伪装下去了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刚才的样子很可爱。等等，这些匿名账号发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我也觉得，温以柔的悲伤太刻意了，反而显得假。如果视频是假的，那温以柔就是在利用我们的同情心。
这种行为太恶劣了。我们需要真相，而不是情绪化的表演。哪来的这些匿名账号？是谁在背后搞鬼？可能是柳曼琪那边的人。追加抹黑通告，雇佣更多水军刷屏控评。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？明显又怎样？我只要舆论在我这边。立马联系所有合作的水军工作室，24小时不间断刷屏。陆总，得到最新消息，温小姐那边追加了抹黑通告，雇佣了大量水军刷出控评，舆论又开始一边倒。温以柔真没白瞎我给她的人设，也太能打舆论战了吧。没耐心陪他耗着，我要尽快看到一份回击方案。明白，但是收集这些举证也需要时间。其实要是有更直接的办法就好了。前往直播怎么样？直播？是。对，我们可以通过直播展示证据。但是这样做风险很大，但效果也最好。这种直接对冲的方式，说不定就能起到正面效果。好，我陪你一起。我们把直播流程分成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展示温以柔的悲情短视频摆拍证据；第二部分，展示水军 IP 地址和搜集到的温以柔和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；第3部分，邀请温以柔连线，当面对质。证据展示顺序需要调整。调整？先展示水军证据，再展示视频摆拍证据，这样逻辑更清晰。好，就按你说的来。检测到宿主稳步推进反击计划，目标值黑化值稳定在92%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太好了，他没有因为这些事继续黑化。辛苦了。是有点辛苦，但有你陪着，好像一切也没那么难了。太晚了，先回去休息吧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行吧，那我们明天再继续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腿麻了。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会以为我这一连串是故意的吧？我腿真的麻，死腿你快别发麻了，快走啊！小心点。好，我没事没事，那个谢谢你，晚安晚安。听说柳曼琪要展示所有证据，然后邀请您当面对质。全网直播当面对质，他们想干什么？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可是他们的直播已经宣传出去了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那就想办法阻拦，联系认识的平台熟人，施压让他们取消直播。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必须动用所有人脉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明白吗？陆总，温以柔开始行动了，他联系了平台熟人，试图施压阻拦直播。平台那边怎么说？平台负责人有些犹豫，温以柔在圈内有一定影响，他们不想得罪他。一群趋炎附势的家伙，我看他们是忘了当初要不是陆总，温以柔哪来今天的自由？陆总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此。还有一些人记着你以往的扶持，要不要立刻联系他们？必要时我可以亲自出面，一定要确保直播能正常进行。是，我立刻去办。我有点……我知道，吃点甜的能缓解紧张的心情。谢谢。不用怕，有我在。
剧情监测，检测到宿主即将进行关键反击，目标黑化值变动呈下降趋势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黑化值有下降趋势，那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了。陆总，一切安排就绪，开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剑慈。关于最近网络上的各种传言，我想在这里向大家说明真相。我的家族曾经辉煌，但因为某些人的阴谋陷害，导致我的父母离世。我本人也遭遇车祸，双腿残疾。诚然，我的妻子柳曼琪女士以往是有过跋扈的行为，但她从没有对陆家动过一点坏心思，更没有虐待我。在这段日子里，是她一直在照顾我，治愈我。远程连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但发起邀请得需要他们同意，所以我们得那就马上发起邀请，先打断他们的直播节奏，不然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晋慈，不要再说了，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晋慈把自己的伤疤揭开，所以选择立马发起连线。我知道最近有关于晋慈和曼琪的风波不断，但我也只是听闻者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抹黑任何人。温小姐，你说你没有想过抹黑别人，那么这些证据你怎么解释？这些水军的 IP 地址全部指向温小姐名下的工作室，而这些资金流水和聊天记录也全都显示是用于雇佣操控舆论。天啊，是清清楚楚的证据！温以柔真的雇佣了水军，他一直在操控舆论。这些摆拍痕迹都可以证明视频是精心设计过的。温以柔滚出娱乐圈，我们都被他利用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滚出娱乐圈！快滚！快滚！辛苦大家，江毅，你做好后续工作，做得很好，辛苦。谢谢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都有我在。剧情推进，检测到宿主成功反击，外部压力减弱，目标黑化值降至 90%。黑化值又降了，说明这步没有走错。但检测到宿主深度干预剧情，世界线大幅偏移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岂不是让我往后的路都要自己判断了？不管了，大不了就用自身行动把剧情重开了。至少现在我还有陆晋慈。粉丝脱粉，品牌解约，这就是你们给我的结果。以柔姐，这次直播的影响太大了，柳曼琪展示的证据太详细，我们无法反驳。要你们有什么用？那就赶紧策划出新的方案来反击啊！可是现在舆论对我们很不利，再这样会不会……不利又怎样？只要还有一丝机会，我就不会放弃。立刻联系所有合作的营销号，策划新的谣言。我有的是耐心和他们耗。温以柔雇佣水军是事实，证据确凿，无法抵赖。但他的悲情视频也可能是真的，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，我们需要更多证据，不能只听一面之词。柳曼琪已经展示了全套证据，谁在说谎，一目了然。陆总，收到最新消息，温小姐那边又打算转向营销号制造舆论，看来是想拉长舆论战线。目前搜集到有关于她的实质性黑料有多少？有很多资金流水、聊天记录、交易合同等，这些黑料足够让她彻底身败名裂。很好，继续搜集。陆总，你的意思是，既然上次的直播还不够给她长记性，那就看她极限能到哪一步，到时候再一举反击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幸好我还记得当初给陆晋慈设定的口味，这段时间他也辛苦了，黑化值还有所降低，做顿饭继续讨好他吧。陆晋慈，你怎么有一点声音啊？你是在笑吗？你看错了。别不好意思嘛，来，
先削一个我看看。什么东西糊了？啊！哎呀，我的菜！我刚刚已经联系了一些圈内好友，他们那边会做好集体抱团为我发声的工作。以柔姐，这样会不会太激进了？毕竟现在支持的粉丝也有点倦怠了。激进、倦怠，我现在要的就是有人支持我。上次直播我也算是势单力薄，失利很正常。这次人更多了，我就不信还是没有翻身的机会。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做。陆总，果然如你所料，现在温小姐又联合了多名艺人抱团散播谣言，准备好这次他们交易的证据，连同之前准备好的那些一起放出去吧。陆总，不再等等了吗？现在放出证据，那些艺人一定会为了保全自身撇清关系。温以柔给自己挖好了坑，那我们就推他一把。我明白了，我们被温以柔蒙蔽了，不知道他雇佣水军操控舆论。我们支持真相，支持柳曼琪。我们与温以柔只是普通合作关系，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。我们谴责一切不实言论。温以柔滚出娱乐圈！我们都被他利用了，支持柳曼琪，支持真相。陆晋慈，他在梦里叫我的名字，他这是梦到我了。陆晋慈还挺会关心人的嘛。柳小姐，您醒了？刚醒。我得把这件事告诉陆总，他一定会开心的。陆总，舆情数据出来了，主流平台风向已经有所逆转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这篇长文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。写得很好。那当然，我可是认真研究过舆论传播学的人。很厉害。啊，他笑了，虽然只是一点点，但真的好帅。忍住，稳住，不能让他看出来我在花痴。完整吃瓜完毕，原来柳曼琪才是受害者，温以柔太恶心了。之前骂过人的，过来道歉，被带节奏了。温以柔团队出来走两步。陆金慈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相信我，帮助我，陪着我。是你先选择了改变，并且走向我的。目标黑化值降至87%，大幅脱离威胁线，请宿主继续加油。这是不是说明陆金慈对我放下防备了？我和我的男主也算是双向奔赴了。全网的恶意评论占比已从高峰期的73%降至4.2%。温以柔的个人超话粉丝流失超过15万，他团队买的热搜全部撤下来了。意料之中。但是按照温以柔这接连不断的样子，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的。他翻不起什么浪。陆金慈，我们不能一直被动挨打。你想怎么做？你还记得之前我说我有几个认识的可靠朋友吗？我打算这几天去找一下他们，好给以后有个保障。好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？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我答应你。宿主完成正向行为，目标黑化值87%下降到85%，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咦，这种小事也是降低黑化值的有效途径吗？他耳朵怎么红了？今晚的月亮真的好圆啊。我在害羞什么？但要是这样就能降低黑化值，那我得多灌他几瓶水喝。一夜没睡。没事，熬个夜而已。我以前经常通宵写小说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以前经常通宵追剧。以后别这样了，对身体不好。
陆晋慈是在关心我吗？天哪，这个冰山男主居然会关心人了！遵命，陆总。舆情数据回总完成了，全网恶意评论占比已降至 1.8%。危机全面解除，目标黑化值 85% 下降到 82%， 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降到 82% 了，太好了！但是为什么听今天的系统提示里还有种别高兴太早的感觉？温以柔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昨晚他的工作室发了条模棱两可的声明，暂时折服了。但我查到他在别墅周边安排了引线，他还不死心？他当然不会死心。这次他栽了这么大跟头，肯定会想办法报复。不过他也等着吧，我要去找帮手。怎么了？这是……我行动不便，只能由江毅陪着你去。这个你路上带着。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你好好在家等着我，我会平安回来的，我保证。我在干什么？我怎么就亲上去了？他会不会觉得我很轻浮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冷静冷静冷静，不就是亲了一下额头吗？这枚胸针是他特意为我准备的吗？他什么时候去买的？这就是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吗？温小姐，确认了，柳曼琪明天一早出发，目的地是城郊方向。可算是让我抓到他外出的机会了。给我安排人，在他回来的路上招待一下，记住，别闹出人命，但要让他长点记性。柳曼琪，你以为赢了这一局就高枕无忧了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刘小姐，我查到你这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就住在前面3公里的竹林深处，但那地方只能步行过去。幸好当初写了谢书燕这个绝世神医的角色，但我记得我好像把她设定为性格孤僻，最讨厌被权势压着。我这个老朋友比较喜欢安静，面对陌生人会不太自在。待会儿你就在车里等我，我一个人去。陆总吩咐过，我必须确保您的安全。放心。而且陆总把你留给我，是让你听我的，对吧？顾先生，请回。谢医生，不是我要看病，我是来替一个人求医的，情况很危急啊。谁？陆晋慈，陆家的少爷。他的事与我无关。他双腿永久性损伤，神经坏死面积超过1大半，普通康复手段根本无效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心理创伤比身体更严重，他每晚都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车祸的画面，就是父母惨死的场景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妻子。进来吧，茶还是水？他的情况我可以接受，但需要说明几点：第一，康复周期至少1年，不可急于求成；第二，心理疏导与肢体康复必须同步进行；第三，治疗过程中会有反复，你们要有心理。您答应了？但我答应的是治病，不是站队。你刚刚提到的那些尔虞我诈，别扯上我。明白明白，您只需要负责让他好起来，其他的交给我们。下周一开始，我会去别墅出诊，具体的康复方案到时候再定。谢谢您，谢医生。剧情反噬预警，目标身心创伤为宿命痛点，强行速成治愈将导致黑化暴涨，宿主需遵循循序渐进原则，配合康复磨难为必经过程。林燕曲，温以柔以前的经纪人，
我记得当初我是把他写的一直受尽温以柔的压榨，别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下一个就找他了。柳小姐，你之前说的老朋友里还有一位是温小姐的前经纪人啊？那个以前有过一些往来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是温以柔公司的高管了，也算是很了解温以柔的人了。现在这个情况要是能联系他，也对后续温以柔要是再出手，我们好有防备。明白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？这件事不急，先等谢医生开始治疗再说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回家。回来的比我预想的快，因为想早点见到你啊。他在摸我的头，天哪，这个冰山男主居然会主动摸头了。柳小姐亲自登门，倒是稀罕了。温以柔最近可没少在公司会议上提起。林经理人，我今天来不是以对手的身份，而是以合作伙伴的身份。合作？温以柔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克扣分成，随意使唤，出了事让你背锅，你一手把他捧红，他却把你当垫脚石。柳小姐调查的倒是清楚，我不只清楚这些，我还清楚她3年前为了抢角色陷害过同行，你手里握着她的把柄，但你也知道她背后有人撑腰，所以不敢动，对吗？幸好目前新接触到的角色都还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，不然以前写过的剧情还真不够用了。你背后是谁？陆静慈，以及我自己。我确实有很多东西，聊天记录、转账截图，他亲口承认的录音，足够让他身败名裂。但你不敢赌，你怕他背后的势力反扑，怕鱼死网破之后自己也没了退路。你能给我什么？庇护。陆家的旧部还在，江毅的情报网在运转，我柳家那边还有律师团队，只要你站在我们这边，我保证没人能动你。情报共享，互通消息，他有任何动作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成交。谈成了。成了。林彦秋手里有很多温以柔的黑料。歪了。谢谢陆总，陆总真细心，他明明就是故意的。算了，不拆穿他了。旧伤叠加神经损伤，恢复周期会很长，需要制定一套长期的康复方案。这些伤痛都是我亲手写出来的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会不会很疼？不疼。我就知道你很厉害。目标黑化值维持82%，风险等级平稳。谢医生，能不能轻一点？神经粘连必须强行松解，轻了没用。我在这里。今天到此为止，明天同一时间。别看了，丑。不丑，很帅。宿主完成正向陪伴行为，陆燕慈黑化值从82%降到81%，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剧情反噬预警：康复疼痛不可强行规避，强行干预将导致黑化值暴涨。对不起啊，陆静慈，以前把你写的这么惨，但是我会陪你一起好起来的。这个汤我可是熬了3个小时，多喝点，补补力气。看什么？看你喝汤的样子，很乖。胡说什么？温以柔动用了圈内人脉，准备在我们下单之前把设备买走。我提前准备了备选方案，如果那台设备被劫，可以用目前有的仪器组合使用，
效果会打折扣，但不会中断治疗。我同步联系其他渠道，做2手准备。林燕秋那边会继续探查温以柔的汇路渠道。他不会只针对一台设备，只是还没预想到他想从哪些方面入手。那我们就见招拆招。肌肉反应比昨天好了一些，继续按这个节奏，2周后可以做进阶训练。不用担心。这个男人明明自己才是被治疗的那个，却反过来安慰我。治疗持续推进，陆景慈黑化值由81%降到80%，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剧情反噬预警，磨难不可完全规避，宿主请保持警惕。刘曼琪，你就是跟我对着干是吧？既然小打小闹没用，那就来一票大的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我希望您帮我安排一些人，对，要看起来越真实越好。过来。让我靠一会儿。他这是在向我索取温暖。地点在市中心商场门口，他会安排人故意挑衅我，制造我动手打人的假象。他这是还想要用舆论定罪，好让他能转变风向。今天的康复治疗还是要继续的，只要不出门，温以柔也不能闹上门。不，我要去。刘小姐，隐蔽的拍摄设备已布置好，多个角度能完整记录全过程。这一次我要将计就计，搜集到最直接的证据，再狠狠打他的脸。就是你！你上次撞了我妈还跑了！哎呦，我的心脏！我不认识你们，请你们放手，否则我会报警。这就是那个豪门媳妇儿，仗着有钱欺负老百姓！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曼琪，你怎么能动手呢？全过程已记录，包括你们提前在此等候的画面，以及温小姐给你们的转账记录。江特助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只是路过。温小姐，您半小时前给这2位路人的转账记录，需要我投屏给大家看吗？是温小姐让我们干的，她给了钱让我们演一场戏。疼吗？没事，不疼。反派阴谋受挫，目标黑化值80%下降至75%，当前风险等级下降。李总，之前说好的合作，一群见风使舵的东西。歇会儿吧。林彦秋放出的第2批证据让温以柔的活动空间被压缩了70%，都是他自作自受。陆总，这是最近以往和温小姐合作过的品牌方那边的解约清单，听说温小姐更着急了。不急，让她再蹦跶2天。这是林女士刚刚派人送过来的 U 盘。看来不能再任由温以柔蹦跶了，有的是人按捺不住，看他身败名裂。这些证据分3波放出，先放录像制造舆论，再放贿赂记录坐实罪名，最后派出证人收尾。我这边安排好后，明天一早就能全网推送。在想什么？这些年，我从未想过会有人这样陪着我。现在不是有我呢吗？还有江毅，有谢淑燕、林彦秋，
也算吧。有你就挺好的了。宿主完成正向行为，目标黑化值75%，下降至72%，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陆晋慈，其实你的这些年，我也在。温以柔短期内应该掀不起什么波浪了。这只是第一轮，足够让他老实一段时间了。多重危机解除，目标黑化值72%，下降至65%，当前风险等级平稳。降到65了，真是未来可期啊！陆总，察觉到顾昭元势力开始全面移动，他终于坐不住了。顾昭元，我怎么把这个反派中的反派忘了？顾昭元的人还在暗中收买残余的陆氏旧部，他是想从这些人手里拿到陆氏剩余的股份。他只是想让我彻底没有一点资源可用。我22岁时，陆家是整个商圈最耀眼的存在，是顾昭元勾结家族里有不轨之心的旁击，从商业打压到蓄意车祸，我只是残了不是死了。只要我还在，就一定要保住陆家，要给我爸妈一个交代。陆总，我们接下来需要怎么做？先在旧部中做一轮洗甩，留下最忠心可用之人，继续暗中搜集好顾昭元的罪证，等待时机再将他一击致命。明白。接下来这段日子可能会比之前辛苦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在。温小姐，你现在的处境，凭什么跟我谈合作？周先生，我知道顾昭元最近在筛选身边的二把手，竞争很激烈，你也是竞选人之一吧？你调查我？我这是在帮你。我打听到最近顾先生想要彻底收购陆家的行动了。你有什么情报？我知道陆建慈的弱点，现在柳曼琴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也是他的死穴。柳曼琪，我得不到好的，也不想要残的，但是凭什么因为你陆晋慈就这样对我？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车祸之后，顾昭元没有停手，他构陷我父亲商业欺诈，母亲未证清白，在庭审前夜。那我们不想过去了，你现在只需要知道，以后都会有我在你身边，照顾你。关心你。好，温小姐，我答应和你合作，现在你打算怎么做？现在陆晋慈和柳曼琪正是情感升温时，强行拆散是不可能了，但要是有意外就说不定了。意外？对，要是陆晋慈意外收到一封邮件，一打开是柳曼琪和你这个顾昭元身边人的亲密照、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，意外发现这一段旧情。陆静慈，要是你看到你的眼前人其实是顾先生的人，会是怎样的表情呢？刘曼琪，这一次我要让你万劫不复。完美。陆静慈，好好享受这份惊喜吧。歇会儿，吃点水果。你自己吃。喂都喂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陆建慈，够了，刘曼琪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剧情预警：察觉到目标偏执复发，黑化值升至70%，请宿主警惕。偏执复发？现在不仅剧情不可控，人也不可控了吗？剧情预警：目标黑化值持续变动，呈上升趋势。再次提醒，请宿主警惕。不行，得尽快找出原因了。
最近顾昭元身边的周牧野有什么动静吗？周牧野没有收到有关消息，只是最近顾昭庭在筛选身边的二把手，他是强有力竞争者。强有力也是，这样比起一个残废也正常。陆总，这个照片是……你去调查一下周牧野的关系网，还有刘曼琪夫人和周牧野他们。去吧。我知道你现在什么都不想说，但是饭还是要好好吃。以柔姐，你让我打听陆总别墅那边的情况，一切如常。柳曼琪也还在别墅里住着。陆晋祠这么能忍，联系水军把柳曼琪早年丑闻放出去，夜店、金主、校园霸凌，怎么劲爆怎么编。这去。所以温以柔这是又想用舆论来对付我。是的，毕竟他有这方面的资源。但是这个人叫周牧野，是目前商界大佬顾昭元的身边人。周牧野，我记得当初这个人物没什么大的波澜啊。我查到3天前温以柔和他有过联系。3天前？那不就是……对，但他们之前是没有什么交集的，所以我也很疑惑。但是有个人联系了我。江特助，怎么是他？就是江特助联系我，问我有关温以柔与周牧野的事情。所以陆晋祠对我突然的态度转变，就是因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。3天前，陆总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然后让我开始调查周牧野，还有夫人你。这些假照片还是下了功夫的，没有 PS 经验的人很难看出。但是像有些像素边缘还是没处理好。我看到照片的第一反应也是存疑，想到这方面的技术，还得是林小姐有经验。总算是知道陆晋祠态度转变的原因了，还好之前做好了和这些人联盟的工作，不然真是有口难言啊。我这边已经破解了那封匿名邮件的 IP， 显示就是从温小姐的住所发出的。这些假证据的鉴定材料，我2个小时就能搞定。好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们了。陆总，我已经查清楚，夫人和周牧野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封匿名邮件是温小姐发出的，里面的照片和记录都是假的。是我错怪她了。夏小姐这几日一直在等你。是不是今天的汤太香把你吸引来啦？最近看你胃口好像不是很好，今天我可是特意研究了一番，你应该……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不信你，我应该第一时间向你求证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，没关系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真的是来骗我的，我发现我做不到放手。就算你是来骗我的，我也想把你留在身边。陆晋祠，我是来爱你的。检测到目标负面情绪消退，黑化值降至60%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终于降下来了。我这个人不善言辞，不懂温柔，甚至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，但我想学，想为你学。那你要好好学，我要求很高的。那我们从亲吻开始学，怎么样？完了完了，我睡觉什么时候这么不老实了？躲什么？再陪我一会儿。肌力恢复比预期快，下周可加入站立训练。真的吗？那是不是很快就能？就能什么？就能少坐轮椅，多陪我散步。陆总，旧部名册整理完毕，共47人，随时待命。通知下去，
蛰伏结束。不累？你都不累，我累什么？等一切结束了，你想做什么？先为你办一场婚礼，真正的婚礼。好，我等着。他果然按捺不住了。顾老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林延秋背叛了我，我决意完全跟随你。李柔啊，跟着我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听您的安排。陆晋慈，这次我要让你彻底翻不了身。行了，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本来想让你单独好好休息，但是不和你一起，我睡不着。那陆总昨晚睡得好吗？好，睁眼就能看到你。温以柔昨晚进了顾兆元私宅，至今没出来。他这次应该是要彻底依附顾兆元了。陆总，按照你的吩咐，顾兆元的证据已经全数交给了法庭，今早已得到开庭通知。正好将他们一起清算，但因为牵扯到某些案件归属地原因，我们得前往海城开庭。这个车程有点儿……现在你的情况可以承受长途车程了，但每隔3小时需做一次护理。我来负责。路线已规划完毕，3小时后出发。当年顾昭元做空陆家产业的流水，我整理出了关键节点。很清晰，该服药了。他绝对是故意的。目标已离开别墅区，是否行动？跟紧，等到了开阔路段再动手。他们跟了多久了？从出别墅区开始。江毅，准备变道。全员戒备。没事吧？谁敢上前？你们敢动他！谁让你挡在我前面的？我不能让你有事。傻子！剧情监测，检测到宿主与目标产生生死相伴，目标偏执情绪瓦解，目前黑化值降至55%，请宿主继续努力。刚刚强行发力，旧伤有轻微撕裂，接下来1周不能再有剧烈动作。吓到了。以后不许再那样了，你差点不会了，我会好好的守着你。旧伤撕裂2毫米，需要固定。疼不疼？不疼。劫杀人员身份已确认，是顾昭元雇佣的地下势力。他急了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如果今天真的出了意外，没有可能，我们都在这里，好好的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没有放弃我。先吃点东西。别动，让我抱一会儿。旧部已响应43人，还有4个失联了。会找回来的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劫杀失败了。是，陆君慈身边的人太厉害了。废物！既然暗的不行，那就来明的。你去联系媒体，我要让陆晋慈还没站稳脚跟，
就先身败名裂。是。怎么起这么早？怕你又不按时吃早餐。顾昭元开始动手，今早有3家合作方同时毁约，是资本施压。他动用行业话语权，封死了我的合作渠道。陆总、夫人，林小姐来电，说是有情况。温以柔今天发了3条通告，全是抹黑你们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走他封不住的渠道。这些是我整理的独立合作方，不在顾昭元势力范围内，逐一联络。好的，3小时内给回复。累不累？不累，比起你承受的，我这点算什么？等这一切结束，我带你去看海。看海？或者去更开阔的地方。这些年，这段时间，你跟着我只能困在这里。不辛苦，无论什么境遇，我都愿意跟着你。独立合作方，他竟然绕过了我的封锁。既然商业压不住，那就从舆论下手。你手里的黑料啊，有一些旧照片和剪辑视频。放出去，我要让陆晋慈和那个女人一起被唾沫星子洗死。顾昭元的恶意做碰我名下3家子公司，资金量很大，他是想逼你割肉止损。他以为我还是3年前任他宰割的陆晋慈。启用备用资金池，他做空多少，我接多少。温以柔剪辑了视频，把车队遇袭画面剪成陆晋慈涉黑，网上舆论已开始发酵。他以为只有他会剪辑。原版画面在这里，包括车牌号和面部特征，我已让江毅送去技术鉴定。从遇袭那天起，我可是陆总身边的人，怎么能坐以待毙呢？真聪明。明天开始，你尽量少出门。为什么？顾昭元狗急跳墙了，我怕他对你下手。我说过，我要和你一起面对，不是躲在你身后。好，一起面对。舆论反转了，是夏之意放出了原版视频，网友都在骂我们造谣，连个女人都斗不过。既然舆论战打不赢，那就直接来硬的，整合全部力量，我要在庭审前彻底击垮他。顾昭元同时启动了3条线：商业封杀、全网抹黑，还有人身威胁。他这是想冲我来？他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我让他生不如死。我没事，他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慌了。陆总的身体可支撑高强度停诊，但前提是情绪不能剧烈变动。所以我们更要冷静。他乱，我们不能乱。休息一会儿。还差最后一部分。顾昭元早年做空陆家的资金流水，只要找到源头。我说休息。陆晋慈，你的腿。让我抱一会儿。我截获了顾昭坤的计划，他打算在庭审当天安排伪证人当庭翻供。伪证人？他以为法庭是他家开的。伪证人的资料江乙在查，3天内会有结果。等这一切结束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哪里？秘密，等你赢了官司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我等。还不睡？马上就好。如果庭审出了意外，没有意外，你会赢的，我相信你。
为了你，我一定会赢。剧情监测，检测到目标彻底脱离原生悲剧轨道，黑化值降至0，宿主任务成功，监测功能将永久关闭，仅为宿主保留结局判定。伪证人身份已确认，共3人，都是顾昭元用重金收买的。这是转账记录和通话录音。他以为买通几个人就能翻案，太天真了。交给律师团。另外，查一下这3人的背景，越详细越好。是。紧张吗？不紧张，只是怕让你失望。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。陆先生，您对今天的庭审有信心吗？我在。我方当事人顾昭元先生是商圈德高望重的前辈。陆敬辞他一直对我纠缠不休，我拒绝他，他就威胁要毁了我。这是顾昭元先生当年策划车祸的物证，包括车辆改装记录和肇事司机口供。这是做空陆家产业的资金流水，源头来自境外空壳公司，实际控制人正是顾昭元先生本人。这是3年前车祸的物证，肇事车辆刹车系统被人为改装，改装记录来自顾昭元名下的汽修厂。这是顾昭元通过境外空壳公司做铺陆家产业的资金流水，3年间共计转移资产47亿。这是伪造的！伪造？那这些人证也是伪造的吗？是顾昭元给了我500万，让我改装那辆车的刹车系统。我负责操作空壳公司转账，每一笔都有记录。请被告保持安静，等待举证结束。是顾昭元给了我钱，让我当庭翻供，我不想坐牢啊！我遭遇蓄意车祸，双腿永久性残疾。我父母在随后阴谋中含冤身亡，陆家基业毁于一旦。这3年，我每一天都在想，如何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不是为了复仇，而是为了还我父母公道，还陆家清白。今天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我相信法律，相信正义。被告顾昭元犯故意杀人罪、商业诈骗罪、非法转移资产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温以柔犯造谣诽谤罪，参与商业诈骗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做到了，是我们做到了。这次不是比喻了。陆总，恭喜您，陆家终于沉冤得雪了。谢谢你们。陆先生，请问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不说，我陪你。接下来的打算是好好陪伴我的妻子。陆敬辞，你自由了。不，是我终于有资格去爱你了。刘曼琪，我爱你，因为有你，我想要成为更好的人。我也爱你，从始至终。在想什么？在想以后每一天都要这样过。
好，每一天我都陪着你。牛奶加了蜂蜜，助眠的。那天庭审上你说的话，那种场合说那些话很奇怪吧？不奇怪。我这一生从云端坠落泥潭，被至亲背叛，被世人践踏。我以为我会带着恨意走完剩下路，直到你出现。你为我改轮椅，做药膳，挡刀子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在心里。我不是不懂，我只是不甘心。现在我信了，你是我余生唯一的归宿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不论我以什么身份做了什么事，我都是想为了你，想留在你身边。别哭，这是我母亲留下的，她说过要留给知道的人。永远在我身边吧。什么传说不重要了，眼前的人是最重要的。宿主成功改写宿命，目标 BE 结局彻底破除。系统即将执行解绑程序，作为奖励，系统可为宿主开启返回现实世界的通道，宿主选择留下或离开。要回去吗？回那个没有路径词的出租屋，只能对着自己笔下角色倾诉的夏之意。怎么了？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会让你走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放手。这还不是最终的 HE， 真正的 HE 是我选择留下，选择他，我留下，这里才是我的归宿。传说剧情至此剧终，但宿主的世界生活正式开启。祝宿主与陆静慈白头偕老，岁岁平安。不管是什么，都过去了。过去了，以后只有我们。别哭，今天应该笑。陆静慈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柳曼琪女士为妻？无论顺境逆境、富贵贫穷、健康疾病，都爱她、尊重她、保护她，直到生命尽头。我愿意。我也愿意。我还没问呢，新娘怎么还抢答呀？陆静慈，我们一起开始新的人生吧。今天比昨天多走了3步。你都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。
把我写的这么惨？后面会甜的，我保证。写累了就休息。那你陪我休息。顾昭元在狱中通过律师传话，声称掌握前董事长生前留下的秘密遗产线索。怎么了？这是你父亲留下的东西，不该让他埋没。去看看吧，我陪你。陆总大驾光临，真是荣幸。东西呢？当年从你父亲身上搜到的，他早就知道自己活不长。你也早该想到你会有今天。这份专利价值连城。那你怎么想的呢？这份专利沉寂多年，其实我有点舍不得就这样退出，但是这是你父亲的心愿，你也想让他实现，对吗？我有私心，但我还是决定将它公开。好，我支持你。消息传出，商界震动，陆晋祠将专利无偿公开，供全球研究者使用。这是我父亲的心愿。我老公最帅了。吃饭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无人接听。放下吧。他早就刑满释放了，一直在城西的破出租屋里，没人管。我去见他最后一面。来炫耀的，来看我有多惨。我不是来炫耀的，是告诉你，放下吧，重新开始还来得及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没什么教训，只是我曾经也为了达到某些目的，伤害过一些人，但我有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现在你也可以。这笔钱够你生活半年，车票是明天去南方小镇的，那里没人认识你，可以从头开始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活在仇恨里，包括你。你总是这么心软。不是心软，是我不想让任何人活在仇恨里，包括他。你救了我，现在又想救他，你到底是什么做的？大概是糖做的吧，不然怎么会这么甜？再有1个月，你就能完全摆脱轮椅，独立行走。真的吗？1个月？你这是把我当猪养。谢医生说你要补充营养，吃。又想逞强。我想早点站起来，这样就能抱你了。不用站起来也能抱我啊，笨蛋。不是求婚，是感谢，谢谢你，没有放弃我。傻瓜，我说过会一直在的。
陆先生，您康复后有何感受？是有个人让我重新相信这个世界。陆总，你也有搞不定的时候啊。别笑了，快好起来。我没事，真的，有你陪着，好得更快。害羞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谁更害羞？志毅大大，请问小说里的男主原型是不是您的丈夫呀？你写的故事很好，但我们的故事比小说更甜。别哭，今天应该笑。陆静慈，我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短剧。好。你来当制片人。好。你都不问为什么？因为你想要的，我都会给你。那如果我想让你客串呢？可以考虑。温以柔寄来的。我在外地小镇当小学老师，已经重新生活了。当年你原谅我，还给我钱和车票，救了我，真心祝你幸福。放下了。放下了。陆总，您和夏小姐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太太。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？是是。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小排和玉米羹，趁热吃。又来啦？再忙也不能让你吃盒饭。陆总又来投喂啊，宠妻无下限。都怪你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各部门准备，0号情绪要到位，那种失而复得的激动和深情，懂吗？Action！志毅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卡！你这抱的跟抱块木头似的，深情的眼神要有光，再来一条。对不起导演，我再找找感觉。志毅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卡！不对，你是爱他爱到骨子里，不是在背台词。夏志毅都入戏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来示范。看清楚，这样你才对。
哇，陆总也太会了吧！您这水平直接出道男主角了。谢谢你，陆京慈，是你让我的人生比小说还精彩。彼此彼此。陆京慈，我爱你。我知道，我也是。卡！下面去！叫救护车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怀孕了，已经快4个月了。真的？以后不许再这么拼命。陆总，你要当爸爸了？怎么，比我还紧张？没有。放心，我和宝宝都会好好的。这部分业务以后你全权负责。陆总，这是核心板块，我想多陪陪家人，明白？今天他动了吗？动了，下午踢了我好几下，肯定是个调皮鬼。乖一点，别让你妈妈太累。他听得到你的声音。陆静慈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你孤独终老。陆总，生孩子的是我，你紧张什么？我怕你疼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江一，陆总这样不会晕过去吧？不好说。怎么还没出来？恭喜，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干嘛跪下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别哭了，给宝宝起个名字吧。陆念之，念念不忘，只你一人。陆总，你签100亿合同的时候都没这么紧张吧？合同不会哭。当初我写你的时候，你写的？我是说，我想象中的你。我曾经以为这辈子只会孤独终老，直到遇见我太太，她让我明白仇恨不是人生的全部。累了？只是太幸福了。温雨柔进来的，不恨她了。恨一个人太累了，我选择记住美好的事。你比我想象中更强大。是因为有你，我才能放下。刚出月子，别着凉。陆总，你现在越来越啰嗦了。只对你啰嗦。刘曼琪，谢谢你给我的一切。
陆总，这继续。陆总，你的霸总人设崩了。人设不重要，儿子重要。陆金慈，你怎么这么好？喝牛奶，凉了就行了。要是口碑不好怎么办？不会，你写的就是最好的。他们说甜到要患糖尿病。这么激动？因为这也算是我写给你的情书。最佳编剧夏之意，禁火沦贤。恭喜夏编剧，请发表获奖感言。这个奖，我想送给我的丈夫，他是我故事的男主角，也是我人生的男主角。恭喜，陆太太。陆先生，你刚才在台下脸红的样子被直播出去了。没有。陆金慈，我想再写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我们的故事，到白头偕老的故事。那我要当第一个读者。陆总，你这手艺可以去承包派对布置了。这是我们儿子的第一个生日，要完美。小芝芝，今天你可是1岁的大宝宝了。哇！将来又是商界大佬。他想做什么都行。如果他想当作家呢？那我会告诉他，他妈妈是最好的作家。今天累了吧？不累，只是觉得太幸福了，像做梦一样。不是梦，我会让你每一天都这么幸福。作者大大，你的书里写的都是真的吗？半真半假，但爱情是真的。听到了，你妈妈说的是我。陆静慈，谢谢你让我相信童话是真的。不是我让你相信，是你让我成为了童话。如果还有下辈子，我也要找到你，和你在一起。那你要快一点，别让我等太久。不许偷看。写的我？才不是。不管写什么，我都爱你。怎么了？
这么紧张？上次你生的时候，我差点吓死。这次有经验了。恭喜，夏小姐怀孕了，已经6周。陆总，我还没脆弱到那种地步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。我又不是瓷娃娃，还是要小心为好。只正常胎动，别担心。生完这胎我们不生了，因为我受不了看你疼，1次2次的，够了。好，听你的。以后我们一家4口好好过日子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像什么？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。只护你。恭喜是个女孩，母女平安。又跪下。谢谢你，又一次。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叫陆念安，念念不忘，岁岁平安。刘曼琪，谢谢你在我身边，在爱我。也谢谢你，让我有了一个家。陆振慈，你幸福吗？有你们，我很幸福。再睡5分钟，就5分钟。不行，今天念之第1天去幼儿园，再晚就要迟到了。1周前，他推掉了所有出差，考察了17家幼儿园，将所有东西送去检测，还是睡不着。他还太小了，男孩子总要独立的，你别太紧张。念之，醒醒，该起床了。不要睡觉。幼儿园有超大的彩虹滑滑梯，还有好多小朋友陪你玩积木哦。我要穿这个，我要当宇航员去幼儿园。到了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，不能和小朋友打架。有人欺负你，立刻给爸爸打电话，爸爸5分钟就到。爸爸，你说了80遍了，我是男子汉，才不会被欺负呢。陆念之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幼儿园。老师好。爸爸妈妈再见，下午要第1个来接我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他居然没哭，他是不是一点都不想我们？你还希望他哭啊？他不哭说明他勇敢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陆总，下午2点的董事会资料已经准备好。江毅，李老师怎么还不发照片？我昨天特意跟他说了，每隔1小时发一张念之的照片。陆总，现在才9点40，距离上学还不到1个小时。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？有没有想爸爸？开心！幼儿园的滑滑梯超级好玩，明天我还要来。林彦秋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谢淑妍最近不对劲，昨天做手术差点出错，还总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。会不会是太累了？他上个月连做了8台大手术，几乎没怎么休息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念之昨天说，他看到谢叔叔手机屏保是个漂亮阿姨的照片，谢叔叔还对着手机傻笑呢。谢淑妍谈恋爱了？我猜肯定是，不然他那个木头怎么会魂不守舍的？我们明天请他来家里吃饭，问问他。谢叔叔，
谢叔叔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小孩子别乱说。好了，别逗谢叔叔了。舒言，我们都看出来了，你就别瞒着我们了。他叫苏婉，是我大学同学，现在是一名消防员。上个月他出任务受伤，来我这里治疗，我们就重新联系上了。她是个很勇敢的女孩。当年我要出国深造，不想耽误她，就和她分开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能再遇到她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表白？她的工作太危险了，每次她出任务我都提心吊胆的，生怕她出事。我怕给不了她安稳的生活。喜欢就要勇敢一点啊！你看陆林慈以前那么冷漠，苏婉既然愿意专门来找你治疗，说明她心里也有你，别等错过了再后悔。苏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伤还没好，怎么能乱跑？我给你带了点宵夜，听说你今天去朋友家吃饭了，我猜你肯定没吃饱。苏婉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什么话？我喜欢你，从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了，一直都喜欢。试镜了20多个女演员，要么演技太尬，演得像念台词，要么就是一脸傻白甜的气质，根本不符合我要的那种温柔又坚韧的女医生形象。我这边也问了一圈，实力派女演的档期都排到明年了，新人又撑不起这么重的角色。别急，慢慢找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可以推迟开机。不行啊，场地和男主演都已经定好了，推迟1天就要损失几十万，而且这个剧本我写了整整1年，我不想就这么耽误了。知意有救了！我有个朋友推荐了一个女演员，叫沈清然，是话剧演员，演技特别好，气质也特别符合。她现在就在楼下，要不要让她上来试镜？夏编剧您好，我是沈清然。你好，请坐。你看过剧本了吗？看过了，我很喜欢苏医生这个角色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医生，他有脆弱的时候，但永远不会放弃病人。那你试一下第3场戏，就是苏医生在手术台上抢救自己恩师的那场。我不能让他死！太好了，他就是我要找的苏医生，就是他。我也觉得他特别合适，而且他没有经纪公司，是自由演员，档期完全没问题，片酬也不高。他以前从来没拍过影视剧，只演过话剧，能适应镜头吗？话剧的表演方式和影视剧还是不一样的。话剧演员的演技都很扎实，适应镜头很快的，而且他对角色的理解很到位，我相信他。好，那就定他吧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夏编剧，女主角不能用沈清然。为什么？沈清然很合适这个角色。投资方指定了用孙薇薇，他们说不用孙薇薇就撤资。孙薇薇，她除了有流量，演技一塌糊涂，根本演不了这个角色。用她这部剧就毁了。我也没办法，夏编剧，这是投资方的意思。撤资就撤资，这部剧我宁愿不拍，也不会让一个不合适的演员毁了我1年的心血。太过分了！孙薇薇背后有金主了不起啊，居然敢逼着换演员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我已经跟张总说了，要么用沈清然，要么我退出。这部剧谁爱拍谁拍。可是如果投资方真的撤资怎么办？我们为了这部剧投入了这么多心血，难道就这么放弃了？不用担心，他们撤资，我来投。这部剧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谁也不能干涉你。陆总真的太宠夏编剧了，说投资就投资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真羡慕啊！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这样的人？不加糖，加半杯奶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上次一起开会，你点过一次，我记住了。谢谢。啊，快递到公司楼下了，可是我现在过不去啊。好吧，那你放在保安室吧。我帮你去拿吧。不用不用，太麻烦你了，反正也不是什么急件。没事，反正我下午也没什么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路过水果店买的，你喜欢的奶油草莓。谢谢你，江毅。以后有什么事你都可以找我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有空。你有没有觉得江毅和燕秋有点不对劲？怎么不对劲？今天江毅记得燕秋喝咖啡不加糖，还给他买了他最喜欢的奶油草莓。而且我发现江毅看燕秋的眼神特别温柔，就像你看我的手一样。是吗？江毅跟着我这么多年，一直单身，
林艳秋也是个好女孩，他们要是能在一起，也挺好的。那我们撮合撮合他们，下周我们去露营，叫上他们一起，给他们创造点独处的机会。你啊，就爱管闲事。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都等不及了。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别落下什么。都带齐了，帐篷、睡袋、食材、药品，还有念之的挖沙工具和念安的奶粉，一样都没少。出发！燕秋，尝尝这个草莓，特别甜。谢谢。这里的风景真好看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，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。是啊，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很厉害。那时候温以柔故意抹黑夏编剧，是你冷静地处理了公关危机，条理清晰，一点都不慌。燕秋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愿意。恭喜你们啊！谢谢夏编剧，谢谢陆总，干杯。